大家好，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人在火的老车。之前吧，有很多朋友留言让我推荐几部好看的言情剧，但是大伙也知道年前烂剧比较多，所以说老车也没时间做这个节目。不过今天吧，咱们正好借着刚过完年的这个空档，来回顾一下在过去的一年里全球有哪些好看的言情剧。当然，好不好看这事儿吧，不是老车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，因为每个人对剧的评判标准都不一样。所以说老车在给大伙找剧之前吧，给自己设立了6个看剧的标准。应该说这6个标准是高于老车平时看剧的水平的。首先呢，咱们先说第一点，就是感情线必须要水到渠成，也就是说你要给男女主足够的空间来铺垫，不能一开始就把男女主给捆绑在一起。而第二点呢，就是主线的三观必须要正，你不能让人产生什么性取向啊或者负面的不良情绪。而第三点呢，就是剧情不能虐心，你必须得让人看完了心情愉悦，也就是说你不能整那种得绝症或者说虐恋的剧情。而第四点呢，就是你别给我强行上价值，也别搞那些爹味说教的话，你得让观众自己去体会角色。而第5点呢，就是节奏不能拖沓，你不能说我拍个言情剧动辄就30来集40多集，反正就是翻来覆去磨叽男女主分分合合那点事儿。至于最后一点呢，就是男女主的颜值你得相对说得过去，咱不能说顶级深颜，最起码你得让人看着自然一点。反正咱们今天要找的这些剧，这6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咱们先说欧美的剧。应该这么说，你要是前几年找欧美的这种剧吧，还是比较好找的。你比如说前2年瑞典拍的那个《爱情不设限》，还有咱们北边邻居拍的那个《为爱许下心愿》，应该说这俩剧都是近2年欧美为数不多的比较轻松的言情剧，而且颜值也都比较在线。但是如果你要是在去年的剧里找吧，确实也没有几个，因为现在欧美这些地区主要拍的就是一些 IP 剧、群像剧还有悬疑剧，所以说你要想找这种水到渠成的言情剧非常难。应该说在去年的1年里能够符合这6个条件的就1个剧，那就是由亚当·布罗迪和克里斯汀·贝尔主演的那个天作不合的我们。可能大伙对女主不太熟啊，反正以前演美眉笑探的时候也是一个大美女。而男主这边呢，大伙就比较熟悉了，因为他演过史密斯夫妇里的男配，并且他还凭借这部天作不合的我们上了去年金球奖的提名。反正从阵容和剧情上来说，这剧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讲的呢就是一个40岁的电台女博主，当然她这电台也不是什么正经电台啊，就是和她亲姐在网上搞了一个专讲女性话题的自媒体播客。这不由于家里催得紧，再加上自己的岁数确实不小了，你想想都40多了，工作也稳定了，所以说她不得不去朋友的酒会上去相亲去。结果女主乔安就在饭桌上呢认识了犹太的大龄剩男诺亚。而男主家这边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家里已经给他安排一个对象了，但是无论是他家里的安排还是他对象的这个本人，他都不满意，因为他们总好私自给男主做主，甚至可以说求婚的事儿都不跟男主说，直接就把戒指给戴上了，最后可以说逼得男主只能分手。但是咱话又说回来，即便分手了，男女主在一起也非常难，因为男主的工作是一个拉比，就相当于教会里一个传道的讲师。这不由于男方家吧都是犹太人，再加上犹太教规矩也特别多，所以说男主家没有一个人能看得上女主的。应该说男主的亲哥还好点，但是他嫂子特别看不上女主，因为男主之前的那个对象就是他嫂子的闺蜜，所以说女主要和男主在一起，不仅要说服男主家的每一个人，而且他还要皈依犹太教，因为男主要想在教会里从一个讲师升级为主教，用咱们的话说呢，就是一个老师想要当校长的话，你的媳妇儿就得信教，所以说女主和他在一起的压力特别大。而男主这边呢，你要想有好的前途，你就不能娶外族人，而且男主心里也明镜的，女主也不可能信教，所以说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，他俩怎么在一起的，老车我就不剧透了。反正怎么说呢，这部剧整体的氛围还是比较欢乐的，因为你想2个生活习惯和家庭完全不同的2个人在一起会闹出很多笑话的。当然这也只是第1季，我估计第2季笑料更多，而且最主要的是这剧一共就10集，一集也就半个小时，所以说这部剧在节奏和感情线上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作品了。可能唯一的缺点吧，就是颜值差点意思，但毕竟演员的岁数也都大了，而且这剧讲的也是中年人的恋爱，所以说这部剧你放在24年欧美的言情剧里看吧，也算是数1数2了，而且这剧配乐啥的做的也都不错。
至于第二个剧吧，咱们来说说日剧。应该这么说，在去年的日剧里，压根就没有什么好看的言情剧。你要说早个2-3年吧，还有《初恋》和《前段情史》这类纯爱剧。但是现在日本言情剧的水平确实乏善可陈，因为你一拍这种恋爱言情剧，就会有一种劝婚的嫌疑。而且现在日本的年轻人也不买账，所以说逐渐日本也不拍这种恋爱言情剧了。不过咱话又说回来，虽然说没有什么恋爱言情剧可讲，但是有一个剧还是值得和大伙说一说的，那就是由立山千明主演的那个晚酌的流派。可以说剧名你用咱们普通话翻译过来呢，就是白领一天晚上不喝酒就浑身难受。相信听完我说的这个剧名，大伙就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剧了。而且说实话，这剧也没什么剧情，说的就是一个地产中介的销售每天回家做菜的故事。但是这剧好就好在啥呢？就是每集他做的下酒菜确实也都挺不错的。可以说他并没有像之前拍的那些什么孤独的美食家呀，还有约饭净做那些繁琐的菜系，而且日料的有些东西吧，咱们大伙也吃不惯。所以说这部剧它就打破了这些弊端，就是他这里面每集做的这些下酒菜吧，也都没有什么隔路味儿。老师之前呢也试着做过好几道，而且他每集的食材90%你都能在菜市场里买着，可能就有几集生鱼片和海蟹不怎么好买，其余的几乎都是咱们日常做的食材，而且每顿食材的成本吧也都控制在20到30块钱左右。最主要的是他做的这些菜零基础的人也能学会，所以说这部剧算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剧。反正怎么说呢，看着剧你研究点下酒菜也不错。反正我说的那6个标准，除了感情线没有以外，其他的也都符合。而且这剧去年呢出的是第3季，所以说想做下酒菜的朋友确实可以看看这剧。但是他这剧里面玩命推的那个啤酒你就别喝了，确实难喝。而至于第3个剧吧，咱们就要说说韩剧了。应该这么说，言情剧一直是韩剧的看家本领，而且每年它都能拍出一些好看的言情剧。但是你要说去年的韩剧里，我认为最好看的言情剧吧，可能就是因为不想吃亏，就是申敏儿和金永大演的那个剧，讲的呢就是一个33岁的职场打工人孙海英。这吧，因为他平时在单位吧，人情世故随份子随的太多了，而且他们同事给这些用得着的人随礼吧，还都攀比着随，可以说动辄就30万韩元那么随，也就是合咱们2000块钱。你想想，女主她一个工薪阶层，确实她也吃不消，再加上之前她劈腿的前男友也结婚了，而且和她还在一个公司，最主要的是之前他俩还是办公室恋情，别人也不知道，所以说她也不好意思不去。于是女主在这种压力下吧，她就想了一个损招，那就是她想假结婚，把这些份子钱再给收回来。本来一开始她想租一个男友来着，结果她的这个事儿吧，就被她家路边便利店里的服务生给看着了，也就是咱们男主金志旭。至于男主为什么帮女主吧，老车我就不剧透了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女主的母亲曾经有恩于他。但咱话又说回来，虽然说男主帮他，但是他俩平时互相都看不上，因为女主平时在生活中就特别强势，从来都不吃亏。可以说女主前几任男友都在他这买过东西，男主也都看在眼里。而男主的性格呢，还是一个中央空调的加强版，就是无论男女老少的忙他谁都帮。你算吧，他在警察局这边不仅举报过5个通缉犯，而且还直接抓着过2个。可以说在他生活的这个社区，他是出了名的老好人。哎，也正是这2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，因为一个假结婚，俩人就走到了一起。至于他俩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吧，老车我就不剧透了，那故事就多了。而且最后男主的身份和一个财阀还有关系。反正总而言之，这剧的剧情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整体的剧情也都是偏生活和搞笑的那种剧。虽然说这剧的男主我不太熟，但是女主吧，之前演过《海岸村恰恰恰》，我确实也都看过。应该说颜值这块没有什么太大的喷点。你要说非挑这剧2个毛病吧，可能就是男二和女二的戏份有点喧宾夺主了，然后有些情节呢催婚催育的意味比较浓。不过这咱也能理解，因为毕竟韩国的生育率全球倒数第1。但是刨去这些因素吧，它确实是韩国去年最好的言情剧了。而至于最后呢，就要说说咱们国产剧了。但是咱话又说回来，虽然说有4个言情剧吧都挺不错的，但是有3个言情剧都不符合咱们说的那6个标准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我想说玫瑰的故事来的，但是这里面女主黄一梅的情感经历过于坎坷，那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波三折。反正全剧唯一比较圆满的呢，也就是女主她哥那条线，就是佟大为和万茜那条线。所以说玫瑰的故事吧，咱就不能算了。而如果你要说春色寄情人这个剧呢，其实也不行，因为它这个剧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，就是说教意味太浓，模糊剧情的重心。应该这么说，你要是单纯的拍情感拉扯的话吧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无论是装箱启示录还是好久没做，人家都是这么拍的。但是他这个剧有
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总是在告诉你一个30多岁的女性应该怎么做。你想想，过了而立之年的女性同胞还用得着你这么告诉吗？然后由于男主职业的问题，还总是给你强行上价值，然后最后呢还模糊剧情的重心，说一些什么返乡创业的事儿，整的就好像返乡创业可简单了似的。所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剧就是啥呢？想说的东西太多，但是表达的不自然。咱说白了，言情剧你就应该把言情剧的东西说明白，然后你再去说别的东西。而至于第3个剧吧，其实也挺不错的，就是谢谢你温暖我。但是他这个剧吧比较虐，因为男主得了霍金同款的疾病。你要说男女主双向治愈吧，确实治愈，但是他很显然不符合我说的那6个标准。而你要说符合我上述说的那6个标准的国产剧吧，其实还真有一个，那就是我之前安利过的《我的阿勒泰》。应该说你把这个剧对照我上述说的那6个标准，几乎吊打了我前面说的所有的剧，而且就制作来说也比我上述说的那几个剧要强。至于剧情呢，老车我今天就不说了，因为之前我也安利过这个剧，所以说大伙你点我主页也能找着这个视频。当然也有不少朋友说这剧严格意义上来讲不算是一个言情剧，因为这里面男女主的感情线它比较朦胧，但是朦胧归朦胧，它主线确实是在讲青年男女之间真挚的情感。而且刨去感情线不谈，就单说这剧的制作和置景上也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。应该说在我心目中，同一风格的电视剧里有4个可以被称之为天花板，分别是万物生灵、德雷尔一家，还有小小安妮和我的阿勒泰。可以说在自然风光的置景上没有能比过这4个剧的，所以说大伙要是喜欢自然风光的话，可以留意一下这4个剧。当然咱们说完国产剧呢，也有不少朋友让我说说泰剧。说实话，泰剧咱们今天就别说了，因为现在的泰剧不是玩腐的就是玩弯的，所以说咱们今天吧也别没事找事儿了。行了，咱们今天说完一圈呢，也都差不多了。如果说大伙在去年的剧里还能找着好剧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推荐一下，当然必须得是同类型的啊。行了，咱们今天就侃到这儿吧，我是老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